2026或大动荡，我们不怕了，中国民众在觉醒。如果你发现最近中国许多城市在跨年时连烟火和灯光秀都悄悄取消了，整座城市陷入异常的沉寂，那绝非只是所谓的低调过节。事实上，当局真正紧张了。经济的持续下滑与民间怒火的积压，让中共对任何大型人群聚集都如临大敌。有人说，中国正步入一个后习时代，也就是中共政权的晚期。许多迹象显示，2026年很可能将迎来一场巨大的动荡变局。回顾刚刚过去的2025年，中国经济一路走低，年轻人就业无望，甚至官方在2023年夏天眼看青年失业率节节攀升，官方数字接近 21% 时，竟宣布不再发布相关数据，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试图平息批评。大批企业倒闭歇业，外国资金纷纷撤离，地方财政枯竭，房地产市场一片死寂。表面上看，官方公布的外贸数据似乎尚可，然而明眼人都清楚，其中水分极大。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的订单已经流失大半，外贸的根基其实正在悄然松动。经济失速导致失业人口激增，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和农民工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生活无着，怨气难平。各地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官员们焦头烂额的疲于奔命维稳，同时又四处筹钱补堵财政黑洞，整个局势越发紧绷。2025年全年，在中国许多地区都弥漫着一种经济寒冬的气息。繁华都市的商场里顾客寥寥，不少铺面贴出了旺铺招租的告示，却无人问津。以往灯火通明的写字楼，现在整层整层空置，玻璃幕墙后映出一片落寞。郊区的工业园区更是冷清，曾经机器轰鸣的工厂要么关门大吉，要么勉强开工，却仅剩零星工人。下岗工人们三五成群站在工厂大门外抽着闷烟，不知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大学生们毕业即失业，人才市场上排起长龙，几千人争抢一个初级职位。有人苦读多年拿了硕士、博士学位，却因为体制僵化和经济凋敝，最后不得不在路边摆摊跑外卖为生。在南方某电子大厂所在的城市，深夜的街头经常可见送餐骑手的背影，其中不乏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一边在车流中穿梭送餐，一边流着汗水感叹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例如25岁的李明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名校研究生原本雄心勃勃，希望毕业后考取公务员或进入国企谋得稳定职位，然而连续几次考试都失利。他也曾尝试进私企，却碰上整体经济不景气，大公司冻结招募，小公司接连倒闭，几番碰壁下，他始终没找到合适工作。一晃1年过去，李明被迫赋闲在家，每天投递大把简历，却石沉大海。现实的压力下，他最后和朋友合伙在夜市摆起小吃摊，卖起了炸串。深夜里，他站在油烟缭绕的摊车前，望着寥寥无几的顾客，满心感慨，当初寒窗苦读换来的难道就是这种结局吗？像李明这样高学历却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在如今的中国已是比比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最初对现实的震惊、不解，逐渐转为无奈的接受，被迫放下身段讨生活。然而内心深处那份失望与愤懑却日益积累，难以排解。许多普通家庭也发现日子越过越难，物价在涨，工资却不见涨，孩子的补习班学费交不起，老人的药费也得精打细算。有人打趣说，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又快吃不起猪肉了。年轻一代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悲观。一项在网上流传的非正式调查显示，多数受访的90后、00后认为自己这一生都难比父母过得更好，甚至觉得未来10年中国经济还会每况愈下。这种对前途的迷茫和失落，让整个社会给予起一股巨大的心理压力，似乎只差一个导火索，就可能爆发出剧烈的情绪。有资深观察人士判断，2026年极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关键年份。因企业倒闭和工厂外迁而引发的失业潮、欠薪潮已经折腾了1年多，无数底层家庭耗尽积蓄勉强度日，如今大都接近极限。一旦再也撑不下去，各种聚众抗争恐将成为常态。事实上，
已有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美国自由之家旗下的易研网统计显示，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农村地区爆发的抗争事件多达661起，较前一年激增了70%。这些抗争大多围绕土地征收、宗教信仰、殡葬改革等议题，一个接一个的引爆基层民众的怒火。甚至在2025年11月，中共官方罕见地发出通知，要求严防失业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因为他们生怕这些衣衫褴褛、两手空空的年轻人一回到家乡，就会把城市中累积的不满带回广袤的乡土，引发更大范围的动乱。在压迫中煎熬许久的人民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民运人士界力荐直言，底层民众长期受尽剥削，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未来群体抗议将如野火般迅速蔓延。而人权律师吴少平则警告，进入2026年后，社会风险还会进一步向广大的农村延烧，其根源正是中共体制长期造成的系统性苦难。简单说，这场危机并非某个领导决策失误的偶发问题，而是整个集权体制积重难返的总爆发。与此同时，北京高层的政治气氛也日趋诡谲。习近平的第3个任期才过半，党内明争暗斗却已升温到了罕见程度。2023年以来，习阵营的多名高官接连出事，先是外长人间蒸发，随后国防部长被迅速撤职，火箭军高层大洗牌，接二连三的人事地震折射出权力斗争的激烈。外界形容中南海已经进入一个吊诡期。有评论人士在媒体撰文指出，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正倒逼中共权力版图重新洗牌，一个后习时代实际上已经悄然开启。习近平当然还想继续紧抓大权不放，但他周围的人心知肚明，他不可能长期维系目前的局面。许多官员表面对他俯首帖耳，私底下却各自为未来布局，找自己的退路。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当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岁月，就是从党内开始四分五裂，几乎拖垮了整个政权。种种分析都指出，中共这艘破败不堪的巨轮已驶入晚共的末路阶段，再也经不起风浪摇晃。即便短期内内部不至于立刻崩裂，广大人民也不会再继续无止境地隐忍下去了。中国大地上空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一场改变历史的大动荡似乎已经箭在弦上。面对如此险峻的局势，习近平当局并没有选择反省体制弊端，缓和矛盾，反而试图通过更加高压和倒退的手段来续命。2025年以来，官方大力强调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各级机关反复组织学习习近平思想，要求干部与核心保持高度一致。社会上则进一步收紧言论空间，新一轮网络大清洗持续展开，任何对经济不满或对政策质疑的声音都可能被删帖、封号，甚至秋后算账。中共还变本加厉地炒作民族主义，将一切内部矛盾都归咎于外部，抹黑和围堵。2023年施行的新反间谍法扩大到几乎将所有与境外交流都列为嫌疑，导致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外企和留学归国人才也人心思散。不少经济学者指出，这种关起门来搞斗争的做法只会更加剧经济下滑，让中国迈向闭关锁国的死路。为了给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找出路，当局甚至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寻找机会，美其名曰到基层去垦荒创业。此举被舆论讥讽为新版的上山下乡运动。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千万知识青年被迫离开城市，赴乡村劳动的历史教训，难道要重演？这种开历史倒车的政策引发了年轻族群更大的反感。另一方面，习当局并未真正推出有力的经济改革来挽救颓势，反而热衷于军事备战和所谓战斗意志宣传，大肆渲染外部威胁，企图转移视线。所有这些困兽犹斗般的举措，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难题，反而在透支民众最后的耐心。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寄希望于当局自我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对广大苦难中的中国人而言，改变命运的希望唯有寄托在自己手中。回望历史的长河，中国王朝更替的规律似乎正再次重演。古语云：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每一个盛极一时的朝代，往往在崩塌前夕看似稳如泰山，但崩溃时又是突然而迅疾。晚清时期，朝廷腐朽，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下，社会动荡不安。正如当下之中国，令人不禁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满清政府在垮台前的几十年间，刚开始也是极力镇压维新志士，严控舆论风声，幻想靠高压维稳延续统治，但最终仍然无法阻止革命的到来。其实更早之前，历史上不乏因民变而王朝崩溃的先例。秦朝焚书坑儒，劳役繁重，天下苦秦久矣，终于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使得二世而亡。明末朝廷腐败，天灾频仍，农民军首领李自成一举攻破京师，推翻大明江山。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可以拥护一个开明的统治者，也随时可能摧毁一个暴虐的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看似偶然，实则都是民心向背使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讲究天命与民心，历朝历代顺应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当一个政权导致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时，往往被认为是失去了上天赋予的治国使命，改朝换代也就为期不远。中共建政已逾70载，早年也曾以反腐和发展赢得过部分人心，但近年来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已令民心离散，怨声充斥。可以说，从传统角度看，中共的天命正在走向终结。讽刺的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窑洞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论历史兴亡周期率时，还豪迈地声称中共找到了打破朝代循环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可是执政后的中共并未真正奉行民主，其统治手段与历代封建王朝并无本质区别。如今70多年过去了，历史周期率依然在发挥作用，中共并没有逃出这趟宿命的循环，就连中共自身也对这点有所警觉。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内部强调要防范颜色革命，研读苏共解体的教训，强调不能让苏联的戏码在中国上演。然而越是害怕什么，往往越是逃不掉什么。当前中国的种种局势，恰恰和苏联东欧剧变前夕有不少相似之处。经济陷入停滞，政治僵化，领导人被神化，搞个人崇拜，民间不满迅速积聚。在苏联的最后岁月，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各地爆发了反莫斯科的示威抗议。而如今在中国，大江南北也开始响起不服从北京统治的抗议之声。历史仿佛正在同步推进着相似的节奏，正如苏共自己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内政权会土崩瓦解，中共或许也未料到当真正的民怨沸腾之时，一夜之间大厦倾覆并非不可能的事。就在旧体制风雨飘摇之际，更令人瞩目的是，各种神秘预言与时事分析都将目光投向了2026年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中注定这一年是历史的分水岭。从古老的东方占星术，到当代西方的先知冥想，再到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的政局剖析，不同来源竟然不约而同地描绘出一幅同样的图景。2026年前后，中国将出大事，旧的秩序可能面临终结，而新的篇章即将开启。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首先，一种源自古印度的神秘预言术近日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就是印度古老的纳迪预言。相传，在数千年前，由圣贤将人类命运刻写在棕榈叶上，供后人解读。根据印度预言，解读师潘迪女士近期在一档节目中的分享，纳迪预言显示，2026年至2029年间，人类社会将经历一场从黑铁时代及印度神话中的卡利瑜伽 Kali Yuga 向黄金时代过渡的关键期。黑铁时代被描述为动荡与衰败的末世，充满战争、灾难和道德沦丧。而纳迪预言明确指出，在这场大动荡中，世界上4个强权国家将被卷入战火，其中一个国家将在战乱中被彻底重启，另一个国家将遭受毁灭性的重创，第3个国家则会在战火中浴火重生，获得净化，最后还有一个国家的命运扑朔迷离。这听起来像是神话史诗般的描述，
但潘迪进一步解析说，他个人推测被重启的国家正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极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经历天翻地覆的政治巨变。这个推断恰好与英国预言家帕克先生冥想中看到的景象不谋而合。中共在2026年前后，统治力量被大幅削弱，民主化的进程将突然加速。纳迪预言还强调，这场变局乃是众神安排的剧本，势不可挡。当然，具体细节和时间点可能出现偏差，例如事件的全面爆发时间可能在2026年或稍晚，但大趋势已经确立。此外，纳迪预言也警示，2026年起各种气候异变与天灾将更加频繁，洪水、干旱、强震不断，同时电子污染与有毒物质的扩散也将进一步考验人类社会的承受力，仿佛整个世界都将同步进入一段大清洗、大洗牌的非常时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的当代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是英国知名的预言家，因多次成功预测重大事件而受到关注。他对中国未来的预见更加具体生动。早在2023年11月，帕克就曾声称看到香港将出现大楼火灾。没想到这番话在2025年11月竟然真实应验，香港新界大埔区一栋高楼发生震惊各界的大火灾，造成多人伤亡。帕克将此视为一种象征，预示着中共统治大厦将现裂痕，而中国南方将成为变革的起点。在2025年10月底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帕克结合了纳迪预言的框架，深入冥想中国未来的走向。他预见到2026年，中共对中国各地的控制将急剧削弱，各地将开始出现剧烈的变化，甚至爆发类似革命的事件。他看到了孙中山100年前倡导的现代民主社会理念终于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这与纳迪预言中那个中国被重启后走向新生的场景是何其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帕克对中共最高领导人自身的命运也做出了惊人的预言。习近平的健康和权力都将在2026年开始走下坡路。早在2023年，帕克就指出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存在重大隐患，只是被当局刻意隐瞒。到了2025年11月，帕克甚至大胆预言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寻求器官移植来续命。但即便如此，其权力的终点恐怕也将在2027年前后来临。换言之，他看到了习近平政权走向终结的影子。帕克的预言还涉及中共政权将要面临的种种巨变。他看到中共长期对外秘密渗透和贿赂的行动将在全球范围内被曝光，引发一连串丑闻震荡。届时会有中共高官被逮捕，甚至离奇身亡。这些事件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场宫廷政变的角力。他特别强调，香港将在2026年再度出现类似2019年反送中那样的革命性抗争行动，中国南方将因此成为变革风暴的发源地。巧合的是，这一点与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神秘预言也不谋而合。据说唐朝高僧黄檗禅师曾在寄语中预言，西方再现南君制，金蛇一运现已终，被认为是暗示未来将有来自南方的真命天子西进，终结旧的年代轮回。有人把历史上的周期变革与此预言对照，发现1948年国共决战，2008年北京奥运后中共国运转衰，这两个关键年份都恰逢特定的甲子轮回。如今，这股终结旧时代的南方之火似乎再次酝酿，在香港大火中燃起苗头。其实，中国古代还有许多类似的传说与预言，例如流传甚广的推背图，据说早已隐隐暗示洪朝气数将近，民间也盛传各种口头谚语来影射当代，例如70年洪朝梦等等。虽然这些预言未必都能逐一应验，但当我们看到一桩桩现实事件仿佛印证着预言片段，人们难免开始相信，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除了中国内部的巨变，帕克也预见了2026年全球格局的重大转折。他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将出现嫌隙，并日渐疏远，而印度将迅速崛起，并与美国走近，成为牵制中共的关键力量。中共试图分化瓦解西方阵营的图谋将彻底失败，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反而更加紧密。2026年还可能是一个世代交替的年份，
许多执掌大权的世界老领袖将相继谢幕，例如美国总统拜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等高龄领袖可能离世，而新一代较年轻的领导人在欧美崛起。与此同时，全球气候灾难进一步升级，天灾频仍与纳迪预言所描述的大清洗相呼应。总之，在帕克的眼中，2026年前后，整个世界都将处于巨大的动荡转型之中，而中国的变局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地确实频繁遭遇极端天候，并暴露出体制的脆弱。2021年夏天，河南郑州突降特大暴雨，导致市区严重积水，地铁站罕见淹没，数十名乘客不幸溺亡。由于当地预警不利，瞒报死亡数字，此事在全国引起巨大愤怒，许多人质问天灾背后其实有人祸。2023年，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样遭遇罕见洪灾，为了保护首都安全，有关部门将洪水向河北宣泄，导致大量村庄被淹，农田房屋毁坏，灾后安置和补偿问题至今余波未平。民间舆论对此怨气十足，认为当局漠视基层生命财产。可以想见，如果未来1年气候灾难如预言所言继续加剧，类似的执政信用危机将会更加常见，甚至成为压垮政权稳定的另一根稻草。如果说预言带有几分玄妙色彩，那么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宏兵则从现实政治与社会的角度，给出了与上述预言异曲同工的论断。袁宏兵长期观察中共政权，他直指当前习近平统治正面临经济、外交、政治3重危机，但最致命的其实是社会危机。习近平在党内外的声望和威信已经走向崩溃的临界点，民间对他的怨愤积如山倒，视他为让国家沉入灾难深渊的罪人，官场上对他的不满也到处蔓延。习近平的亲信虽然口头上歌功颂德，内心却暗藏轻蔑与嘲讽。袁宏兵举了几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在外交上，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外长突然神秘失踪，引发轩然大波。在军队中，习近平信任的将领何卫东被曝涉嫌策划兵变，据传他密谋与前领导人之子江绵恒以及新疆大员马兴瑞勾连，在中共发动台海战争时伺机夺权，取而代之。至于中下级官员，甚至有人在内部场合公开拿习近平的口号开涮，比如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名官员故意把甩开膀子加油干说成撩起裙子加油干，用低俗戏谑来嘲弄最高领导，一时间哄堂大笑。事后此人遭到严厉处分，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官场对习的不敬已经到了难以掩饰的地步。更严峻的是，经济和民生领域的崩坏正将社会推向绝境。袁宏兵指出，持续的经济滑坡已导致约2亿5千万农民工和大学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大批青年陷入绝望。假如形势持续恶化，到2026年春节前后，这些绝望的年轻人中可能会出现一支被称为复国党的地下反抗力量，号召他们组织起小分队，专门拦截贪官们携带外逃的赃款，以一场场现代版的劫富济贫向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开战。随着民间反抗组织的兴起，公民团体开始结盟，共同摧毁中共暴政的统治支柱，继而建立起一个中华民国 2.0 的联邦制新中国。在袁宏兵的构想中，有2大关键节点最可能引爆中国的全民起义。第一个是养老金体系的崩溃，一旦地方政府无法兑现对数以亿计退休老人的养老金承诺，饱含怒火的老年群体将挺身而出捍卫生存权，官逼民反在所难免。第二个则是台海战争，如果习近平铤而走险对台湾发动战争，最终却惨败收场，那将成为压垮中共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战争的失利会彻底戳破中共塑造的强权神话，激起全国性的不服与反抗，引发一场新的辛亥革命式的翻天巨变。袁宏兵断言，习近平对台湾动武似乎带有一种无可逃脱的宿命，而一旦战败，人民起义将势不可挡，中华民族自由民主的曙光就此出现。把纳迪预言、帕克的预见与袁宏兵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惊人的逻辑链条。预言中所说的那场中国重启，正对应着袁宏兵所描述的政权崩溃。
帕克强调的南方变革火种，香港之火，对应着社会经济崩溃引发的基层起义。纳迪提到的四国卷入战火，看来很可能正是中美印俄四强的角力。而袁宏兵所预见的台海战争，则提供了使预言成为现实的现实路径。更妙的是，帕克精准预言香港大火的实现，使得预言的可信度大增。而袁宏兵对中共危机机理的透彻剖析，恰好填补了预言在过程细节上的空白。经济崩盘引爆民怨，官场反叛加速变革，极端气候灾害加剧，社会失序，国际上老一代领袖谢幕，象征旧秩序的瓦解，种种因素交织，在印证着那场历史巨变的逼近。当然，未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一切预言都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提示，而具体历史走向仍然取决于人类自身的选择。潘迪女士就强调，预言显示的只是大势所趋，细节和时间点都可能有弹性变化，但大方向已无可逆转。袁宏兵也郑重警告，历史的机遇摆在眼前，但自由从来都需要以英雄的鲜血为代价。如果中国真要迎来那所谓的黄金时代，光靠神秘的天意远远不够，最终还得看中国人民能否真正觉醒，挺身而出，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未来。假如2026年前后中国如预言般发生巨变，那么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一个民主转型的中国将大大缓解台海乃至亚洲的战争危机，并有望与美国、印度等民主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共同维持亚太的稳定与繁荣。反之，如果中共为了苟延残喘而引爆战争，即便最终下场是在战败中垮台，也势必给世界带来短暂的动荡和苦难。无论如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改朝换代的剧本似乎已在书写之中。现在，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人民身上，他们会选择继续沉默，继续恐惧，还是勇敢地打破锁链，在命运召唤之时毅然站出来。中国的未来取决于14亿人民此刻的抉择。长期以来，恐惧一直是中共统治赖以维系的锁链，然而如今这副锁链正在一环环断裂。回首往昔，中国人并非没有奋起抗争过。1989年，北京的年轻学生和市民们曾经满怀热血地走上街头，呼喊民主自由的口号。那短暂燃烧的烛光照亮了天安门。然而坦克碾过之后，国人又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和晋升。许多人以为高压恐怖已经彻底熄灭了反抗的火种，13亿人民或许再也不敢发出声音。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历史的火焰从未真正熄灭，只是在地底潜伏蓄势，等待着重新喷发的时机。过去几年里，中国社会各个角落都出现了人们勇敢发声的迹象，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不断冲击着高墙的裂缝。2022年10月，在北京四通桥上，一位无畏的男子挂出横幅，大胆地谴责专制统治，呼吁公民罢工抗议。尽管警察迅速将他带走，但他的惊天之举震撼了无数中国人的心。短短几句横幅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风控，要自由，要选票，不要领袖，说出了全民的渴望，让人们发现原来不是没有反抗者，而是敢于发声的一直被孤立压制。四通桥勇士的举动迅速被审查，但消息已如风般传开，许多人在私下里讨论他的诉求，为他的勇气热泪盈眶。这个事件仿佛敲响了一记警钟，原来独裁之下并非铁板一块，还有人敢于挺身而出。更大规模的民众觉醒发生在同年的冬天。2022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致命火灾点燃了全国的怒火。那场悲剧中，多名居民因严苛的风控措施被困家中丧生。消息传出后，平日逆来顺受的百姓再也无法沉默。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手举白纸、齐声抗议的人群，后世称其为白纸运动。在人潮聚集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愤怒的青年们甚至公开高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惊天动地的口号。这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大陆首次出现如此直接的反抗宣言。人们互相鼓励，不要怕，
示威者中有人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带领大家呼喊，最初还有些犹豫的围观者也终于鼓起勇气，一起喊出了埋藏心中已久的愤懑。短短几天之内，北京、成都、广州、武汉各大城市接连爆发类似的白纸集会。抗议的人群中有年轻的学生，都市的白领，也有普通的市民。他们高举一张无字白纸，象征反抗言论审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这一幕幕震撼世界的画面证明，中国民众内心深处对尊严和权利的追求从未泯灭，只是被压抑太久，如今终于在压力锅中找到了出口。虽然当局迅速出动警力镇压，抓捕了部分带头者，但白纸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点亮了很多人的内心。正是在这股民意的强大压力下，中共当局被迫在运动爆发后不久，仓促地宣布放弃执行了近3年的严苛清零风控政策。尽管官方不肯承认是向民意让步，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正是民众的抗争粉碎了恐惧，才换来了这场政策大转弯。然而，清零政策的急转直下，也导致随后一波疫情失控与医疗挤兑，无数家庭痛失亲人。这更加深了人民对当局极度不负责任和草菅人命的愤怒。不少此前还相信政府的人，在目睹亲友因政策朝令夕改而枉死后，彻底醒悟过来。他们开始质疑宣传中的人民至上口号，明白自己只是被当作棋子与数字。2023年初，一场被称为白发运动的抗议潮再度颤动了官方的神经。在湖北、武汉、辽宁、大连等地，上万名满头银发的退休老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缩减他们的医疗保险福利。这些饱经沧桑的长者挥舞着写满诉求的纸板，高喊着还我医保，甚至连曾被中共视为禁歌的国际歌，其中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让官方忌惮，都在老人们的齐声合唱中响彻街头。老人们的勇气格外令人敬佩，他们不畏现场如临的警察，大声疾呼：我们养老一辈子，不该这样被剥夺。面对愤怒的长者，当地政府最终让步，部分恢复了医保待遇。这是中国近年罕见的成功维权案例，也再次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人民敢于团结站出来，掌权者就不得不有所收敛。无独有偶，2022年至2023年间，中国各地还爆发了多起形形色色的群体维权事件。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的存户为讨回血汗钱聚集抗议，却遭遇地方当局滥用健康码强行拦截。消息传开后，举国哗然，许多城市的购房者因开发商烂尾而集体停贷，拒绝再向银行支付按揭款，迫使政府出面施压房企复工。多个省市出现大批工人集会讨薪的场面，他们高举横幅，迫使欠薪的企业主和地方政府正视他们的权益。在广东和福建的一些乡村，农民们因不满强制征地和粗暴的殡葬改革，聚集起来抗争，赶走了前来强拆墓地的执法人员，令官员们狼狈而退。种种这些此起彼伏，遍地开花，充分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并非麻木不仁。当生计和尊严受到触及时，他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只不过过去资讯被封锁，各地的抗争之火难以汇聚成燎原之势。如今在互联网时代，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开始跨越审查，被越来越多人所知晓，进而激励着更多处境相似的人们。对于此类民间自发的维权行动，官方往往习惯性的指责是境外势力或别有用心的人在煽动。但事实上，当失业的工友、被拆迁的农民、讨薪的工人、维权的老人遍布全国各地，谁都看得出，这些抗争完全是中国人民基于切身痛苦发出的呐喊，而非什么外国人在背后操纵。正是常年的压迫与不公，将普通人推上了抗争之路。外部势力根本无需挑拨，因为真正让老百姓受苦的祸根就在国内，就在眼前。例如，许多网友自创隐晦的暗语与代称来传递敏感讯息，有人用古诗词、缩写或表情符号指代抗议口号，有人把现场录像上传境外，再辗转分享回国内。每当重大事件发生，
都有勇敢的人快速翻墙，将照片和影片发布到海外平台，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回墙内。审查者虽然日夜加班，删帖封号，民间智慧却总能找到新的突破口，把真相泄露出去。还有人在线下以小巧方式表达不满，例如在公共场所贴出写有不要害怕、不要沉默的字条，或者用涂鸦和快闪行动传递诉求。这些点点滴滴的微小抗争正在积蓄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同时，越来越多的国人通过翻墙软件浏览外部资讯，直接看到世界对中国局势的报道与评论。海外的华人媒体和社交平台每天都在传播着中国的真实声音，无论是新疆真相、被尘封30多年的天安门血泪史、疫情中的人道灾难，还是当下各地抗争的画面，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广为流传。许多身在国内的人首次透过这些渠道了解到了过去被掩盖的事实，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官方宣传长期塑造的虚假叙事开始瓦解，人们对权威媒体失去信任，转而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证据。当2022年白纸运动爆发时，美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舆论和政要纷纷公开声援中国人民的勇气，这更让国内民众感受到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自由并非哪一国的专利，全人类对自由的向往是相通的。中国人民并不孤单，在他们争取权利的路上，有全世界正义力量的道义声援。这种国际的关注也进一步鼓舞了国人的士气。除了草根民众，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中也隐隐透出不满的暗流。2023年10月，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就在民间引发了一场特殊的悼念热潮。尽管宣传部严格控制舆论，社交媒体上还是涌现出海量悼念李克强的贴文和诗歌。很多人深夜痛哭，回忆这位相对亲民务实的总理任内的点滴，感叹黑夜降临，愿你一路走好。人们热议李克强曾经说过的那句市场经济是淘汰落后产能，不是淘汰落后人口，以及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满含深情地说出的中国改革开放还要继续走下去。许多人以此作为对现状的某种委婉批评，李克强在民间享有的声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黑板上写下谢谢你铿锵玫瑰来悼念李克强，而铿锵玫瑰正是李克强在北大求学时所爱唱的歌曲，其歌词讲述的正是女性独立和自由，非常耐人寻味。民间举办各种自发悼念活动的消息虽然被当局压下，但私底下广为流传，人们纷纷猜测李克强的猝死真相，甚至有人怀疑其中是否有政治阴谋。无论如何，这场集体悼念触动了许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那就是原来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清楚谁是真心为人民着想，谁是把人民当棋子。李克强之死掀起的涟漪，某种程度上也是民心向背的一次集中体现。综合以上种种，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觉醒力量。这股力量来自底层，也来自中产，有年迈长者，也有90后、00后的新生代。他们或许表达诉求的方式不同，有的人走上街头怒吼抗议，有的人埋头网络暗潮澎湃，有的人选择离开故土用脚投票，有的人则以消极不合作来抵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再对现实的苦难逆来顺受，不再轻信谎言和恐吓，不愿把命运完全交给统治者摆布。曾几何时，中共号称掌握了全世界最密不透风的维稳体系，无所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大数据实名监控，覆盖全民的宣传洗脑，如临大敌的维稳预案。这一切让许多人以为中国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大规模的反对声音。然而历史证明，当民心思变之时，再高的高墙也阻挡不住自由的呼唤。正如古语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连死都不怕的时候，掌权者还能用什么来让他们害怕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走出恐惧的阴影。有的人或许还是战战兢兢，但内心深处那份对自由的向往已经压倒了对镇压的恐惧。他们意识到，继续沉默只会换来更深的苦难，唯有打破沉默才能迎来转机。可以预见，随着经济持续恶化和官方信用崩盘，
将有更多普通人站出来要求改变，那种发自内心的呐喊将越来越响亮，最终汇成无法忽视的民意洪流。届时，不管当局祭出多么严酷的高压手段，或许都难以重新将人民的觉醒意志封锁回去。事实上，当前的中共就宛如惊弓之鸟，从他们草木皆兵的维稳举措即可看出端倪。就连欢庆新年的灯光烟火都要取消，就是害怕人群聚集，喊出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声音。然而，黎明前的黑暗终究维持不了多久，一旦恐惧不再成为人民的枷锁，集权统治也就失去了最锋利的武器。展望2026年，中国社会仿佛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关口。一方面，经济危机和官场内斗让整个体制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另一方面，人民的抗争意识空前高涨，各种变革的可能性在汇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会目睹那历史性的一刻，中国的街头出现100万人的洪流，他们挥舞旗帜，高喊着自由、民主的口号，镇压他们的命令传下，却发现无人愿。在举起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军队和警察中，也涌现出顺应民意的力量，他们选择站到人民一边。曾经不可一世的统治者仓皇失措，发现自己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高高悬挂的红旗在人潮中轰然坠落，取而代之的是象征新生的旗帜冉冉升起。这样震撼人心的场景曾在世界多国上演，从苏联的莫斯科到东欧的柏林，都见证过人民和平终结集权的壮丽时刻。如今，这一幕或许也正在神州大地的地平线下悄然酝酿。当它真正到来时，将改变整个中国的命运，并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到那时，一个浴火重生的新中国将展现在世人眼前。互联网不再有厚厚的防火墙，人民可以自由获取资讯，畅所欲言而无需担心半夜敲门。独立的报章和媒体将蓬勃诞生，揭露腐败，监督公权，让权力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各级领导不再由少数人黑箱定夺，而是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产生。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每一张选票都将塑造国家的未来。那时的中国，法治将真正落地，宪法保障的言论、信仰、集会自由将成为现实。再也没有什么禁忌的话题，再也没有什么不敢说的心声。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官员，挑战政策，而不用担心被扣上颠覆的大帽子。企业家们也无需整日提心吊胆，担忧政策朝令夕改，或私人财产遭没收。一个稳定透明的市场环境会吸引大批海外资金和人才回流，中国经济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那时候，青春不会再浪费在无休止的政治洗脑和无谓的等待上，每个年轻人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凭借才华和努力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些曾经移民他国的华人或许也愿意回来，共同建设新的家园。民族的伤痕将逐渐愈合，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人们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和睦相处。未来的中国将不再是一个令邻国惧怕的威权巨兽，而会成为一个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有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届时，我们可以告慰历史上那些为追求自由民主而牺牲的人们，他们的遗愿终于实现了。这将是对无数先贤和英烈最好的告慰，也是对亿万中国同胞最好的交代。是的，我们不怕了。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心底做出的决定。当恐惧退却，勇气就会如潮水般涌来。也许风暴即将来临，也许阵痛在所难免，但一个古老民族正渐渐苏醒，准备摆脱幽暗的梦魇。未来尚未书写，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国人民坚定的不再害怕，未来就由他们自己来书写。2026年或许将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开始。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觉醒；我们勇敢向前，因为希望就在前方。